靓仔！想要成为台球高手，一定要练的10个角度球：1. 半台大角度；2. 反角度；3. 白球贴库；4. 边库反角；5. 中带球；6. 长台反角球；7. 长台边库球；8. 半贴库；9. 大角度贴库；10. 大角度圆角。下课。靓仔！靓仔想打好跳球必学的3个小技巧。技巧1：跳球规则，直接打在白球底下将球弹起，属于流氓跳，是犯规的。杆头需要打在白球1/2以上，利用台面反弹跳起就不会犯规。技巧2：角度计算，球杆击球角度越高，白球弹跳的角度就会越高。可以想象成力量穿过球心后，白球弹跳的角度大约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。技巧3：击球点位。接下来演示跳球最常见的9个杆法击球点。下课。靓仔！靓仔，击打白球中心点是不是就能打出纹丝不动的定杆呢？答案是不能。那是因为杆头打到白球中心点时，白球会在短暂的滑动后被台面上的摩擦力带上向前的旋转，所以当你用中杆打进直线球后，都会向前滚动一点点。此时我们将击球点向下移动一些，使母球带上一些向后的旋转，来抵消摩擦力，才能将白球定住。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练习白球定住呢？台球的技术也不是将球打进就完事了，把白球控制到下一杆容易击打的位置更加重要。走位好了，才能毫不费力的连续击。定杆的杆法对于走位可是至关重要的。直线球是定住的效果，而有角度的情况下，白球会沿着撞击点90度切线的方向分离。以这个球为例，红球进这个袋，白球停在这里会比较容易击打黑球。它的切线方向刚好是能从2颗球中间穿过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击打白球中间偏下一点点，就可以保证白球能顺利走到击打黑球的位置，赢下这局。现在了解一下不同情况下的定杆。第一种情况，相同距离，力量越小，打点越低，大力打中杆，中力打中低杆，小力打低杆。第二种情况，不同距离，距离越远，打点越低，远距离打低杆，中等距离打中低杆，近距离打中杆。下课。靓仔！学会这几个台球小技巧，你就是球房最靓的仔。技巧1：像这种带口球击打进球点的话，很容易弹出来。以后遇到这种球，你就这么打，用中杆瞄准目标球正中间，小力击打就可以进球了。中带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直接瞄准进球点的薄边，也很容易弹出来，打正中间即可轻松进球。障碍球挡住也很简单。技巧2：翻带测量方法，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带口中心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用中杆中力对准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3：像这种2颗球连线对准带角，正常击打是打不进的，但只要小力打在3号球的左侧，就可以把1号打进。技巧4：目标球被对手的球防守住了，打不了，可以瞄准带口死板于库边的边缘，中杆击打就可以进球。技巧5：白球与目标球同时贴库边，中杆击打进球率非常低。那么白球可以加靠库边方向的旋转，大力轻推，让白球贴着库边走，这样可以提升进球率。技巧6：遇到这种情况，被对手防守住了，直接打会先碰到3号球，造成犯规。那么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，就不会犯规。技巧7：遇到这种局面，弧线打进黑八的话，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，那么可以用右塞小力一推，再这么一甩立马就助拐。下课。靓仔！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，走路横着走。
技巧一，目标球在袋口却被阻挡的线路，瞄准想要拐弯的弯心，将后手抬高，想往右边转弯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，想往左拐弯就打在母球的左侧。这条圆月杆法的第一层境界就送给大家了。技巧二，遇到两颗球笔直，正常打进，无法走位，可以抬高杆尾击打白球右塞的点位，打进目标球的同时会直接横着向右走，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三，白球和目标球笔直，想要强行走位黑球的话容易失误，可以抬高后手打在左塞的位置，白球就会产生小弧线，走到黑球合适的位置，顺利打进黑球。技巧四，这个球型想要打进黑球几乎不可能，但你只要抬高杆尾，瞄准库边方向，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，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带着左旋转碰到第二库，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，绕过这堆障碍球将黑球打进。再来看一下正常速度的示范，非常好用。技巧五，黑球在袋口，中间还有一颗障碍球，白球还被对方的球贴死在库边，根本没有线路可以打进黑球。此时可以使用低杆朝库边方向击打，出杆要短而快，白球就能先绕过障碍球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将黑球打进。技巧六，这个球型白球被完完全全的围死了，没有任何线路可以解到黑球。别急，这里还有一招，抬高杆尾朝着库边小力击打左塞点位，白球撞库后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弧线，拐弯将黑球打进。没完全学会前可千万不要乱用。技巧七，遇到这种球型时，想要打进黑球，右侧根本没有解球线路，左侧也被障碍球贴死。别急，还有一招，抬高后手朝库边方向打高杆右塞，就能避开第一道障碍，接着画出一道向右的小弧线，将黑球打进。下课。靓仔，靓仔，比赛到最后一颗黑八，如果像这样自信打进的话，那真的是球房最亮的仔。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，往往会心生恐惧，进球率非常低。这节课教大家5种方式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。第一种，伺机法。在运杆时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，感觉白球就像消失了，在脑海中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，不断感知手臂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，每一次朝前运杆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，这就叫做伺机。从多次伺机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，杆头稍稍在白球前停顿一下，利用刚才伺机对动作的残留记忆，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出。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。第二种，摁杆头法，关键出杆，由于心理害怕，特别容易有轻微的左右偏移，所以在出杆前需要给下意识注入杆头向下摁的念头，想着杆头朝着进球点位下方出杆，就很容易将杆头从原来的左右波动限制在纵轴的上下波动，然而上下波动却不会影响白球的方向，出杆的力量反而更加扎实了。第三种，拉短送长法，还有一些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，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，此时就需要缩短回杆距离，但是缩短回杆就意味着力量容易变小变虚，所以在出杆时就要尽可能延长出杆，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。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球型也非常好用。第四种，后程加速法，大多数人的后手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，往往稳定性比较差，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球的时候发力变虚，而后程加速法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点。在准备出杆时，放松小臂，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，再开始加速送出去。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，要始终用余光感知这根球杆，顺着视线焦点的方向进行引导。引导完成后，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，这时无论你如何加速，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，力量也会特别扎实。第五种，这个黑球非常难打，不过在趴下去后，你只需要大力，其他交给奇迹。下课。靓仔，学会这5个练球技巧，你将寿命提升。长距离直球打不准，你就这样练：进球线旁边放2颗球，对着目标球中心有节奏的出杆，改善你出杆方向的清晰度以及发力的集中度。练5分钟就有清晰度。白球贴库打不准，你就这样练：直球打高杆，2颗球一起进，可以提升高杆不加塞的能力，让你库边球如履平地。轻推球打不准，你就练这个。回杆和出杆的整个过程需要匀速并且慢速，这样可以改善肌肉在慢动作下的方向控制力。短距离角度球打不准，你就这样练：围着目标球排一排，
从直球开始，每打一颗，下一颗的瞄准点往左移一些，薄厚度也会不断的变薄，改善你对每一种角度薄厚判断，让你瞄准感觉突飞猛进。一发大力就不准，你就这样练，把一排球打底袋，大臂不动，小臂瞬间加速，让你杆杆相看。下课。靓仔，每次打地杆都会飞起来，你就这样练。杆头先贴台面，再保持后手不动，通过手架将击球点调高一点点，连续一颗球不断的打地袋，从此低杆不再滑杆，用再大力都拉不回来。你就这样练，先练小力打低杆点位，打出定杆效果，然后一次一次逐渐加快速度。手臂一定要放松的去发力，低杆效率就会大幅度提升。一打低杆就不准，你就这样练。先练定杆，定杆有穿透力了之后，放低手架，脑子里想着定杆打球的感觉去出击，准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低杆分离角控制不好，你就这样练，侧面放5颗球，每打一杆都降低一点点击球点位，依次配到这5颗球，从此你想让白球去哪就去哪。下课。